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八字如何去格局。然后呢，这个格局到底重不重要？其实啊，大家在问到很多格局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不知道这个格局到底有什么用。其实它就一个核心原理，就是帮助初学者快速提炼命盘当中最重要的信息和脉络。而当你学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格局真的就不重要了，而是说你要把命盘里面更加细微的一些信息全部拆分了，按照细节的方式慢慢的去看，而不是说看个大概。那接下来呢，我就借助几个案例来分别的带领大家取格局，还有就是分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案例，庚午己卯癸酉壬戌。一般来说取格局有两种取法。第一个就是以命盘当中能量值最大的那个五行来取格局。第二种呢，简单粗暴，就是月令是啥那就是啥。比如说像这个八字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月令是食神，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把这个人取字为食神格。网上有大量的这种文本资料就是有八大正格嘛，就是什么食神格呀、三卦格呀、什么什么格，大家去查就好了。那像这种的食神格的特性会是怎样的呢？就是乐观、开朗、积极，然后呢就是做任何事情乐在其中，热爱自由，不喜欢受到约束，然后和蔼可亲对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和谐。这种食神格的特性就完完全全就出现了。那这个东西对不对呢？你要是套在这个命主身上，去用刚才这些断语去断它的话，那都是准的。但是这个只是这个命盘的一部分，它并不是这个命盘的全部。当你用这个东西去分析命盘的全部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相左的信息，就会有一些不对的东西存在了。比如说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又爱自由，那么他和领导之间的关系到底好还是坏，你就无从判别。这个时候我们要从更细微的这个角度去判别，比如说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他和领导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我们是可以用年干来分辨的。还有通过连柱的一些神煞系统，比如说他的年干是正印，那他就其实很听父母的话嘛。领导安排他做什么，他也是非常愿意服从的呀。再加上下面天官贵人，是不是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然后配合桃花星，情商也很高，他可以在工作单位能够把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他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处理得非常好。然后他食神的特性呢，可以让他把工作乐在其中是不是这个大框架就出来了？但是如果说你只是通过食神格去判断的话，你判断不了这么多的信息，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到底怎么样，这个东西其实你也无法去判别。因为有些人他虽然说是食神格的人，但是他并不好客，他虽然说待所有人都很友善，但是他不喜欢交朋友比如说特别是月柱落一个什么寡宿、孤城之类的这些东西，哪怕是食神，他不会乐于交朋友的。那这个人愿不愿意交朋友呢？那月柱桃花星是不是？然后又有天乙贵人、天主贵人在，毫无疑问，这个人是非常乐于交朋友的。配合食神的话，这个特性就会来得更强。所以你不能单一的通过某一种格局来判断一个命盘，但是呢，你通过某一个格局可以非常快速的看见这个人的一些特性。但其实上你通过一个日元，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特性呢。在我的其他节目里面我有讲过，针对10天干我都讲过。比如癸水日元的人嘛，癸水日元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目标感极强的一个人，而且非常非常的冷静，非常的冷酷，是不是？通过一个日元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而且这个上面的每一个文字它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信息在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取格局只是初学阶段用，但是你别迷信格局，你别学了很多年了还在让你取格局，看到某个命盘取不了格局，或者取格局比较麻烦，你就根本断不了了，这就进入误区了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两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丙寅、辛卯、丁卯和丙午。那像这个我们是不是既可以用能量最大的偏印来起格局，然后呢月令又是偏印不管怎么看，这个人都是偏印格的。那偏印格的人心思非常细腻，然后呢比较敏感，戒心会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呢能够有一门独门技术，思维能力会非常强，对这种细节的把控能力各方面会非常非常的强。那这个通过偏硬格是不是就能够描述出来？但是如果说你通过偏硬格来判断这个人有可能是一个老板，有可能自己创业的话，你是完全没办法去判别的。因为就一个偏硬格，它只是代表一个人某些方面的特性，只是这个命盘的一部分，它不是这个命盘的全部。而当我们带入到这个命盘的全部的时候，月柱是一个人的创业宫位，他的月干是偏财，就代表这个人的理想是非常非常远大的，不会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去打工。然后他有这么强的野心，再配合下面桃花星这种情商会很高，再配合这个将星能力又很强，领导能力也很强，那他会愿意去创业，然后创业成功是大概率事件，就是自己当老板创业，这是必然。这是通过大方向的去判断。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要去判断他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用实干来判断。实干是劫财嘛，他的孩子会比较顽皮，而且和他三观不合。他对孩子的教育可能会存在某种因素的一些问题，然后下面也是卯午破，是不是？他自己的生意和他自己的子女的哺育的时间上面可能存在一些冲突，但是他没办法去解决。但是你如果说只用一个偏硬格去描述一个人的子女关系，或者描述一个人的能不能创业成功的话，就远远不够了，这个信息量就不足了。所以大家不要迷信格局啊。格局是初学了之后真的很重要帮助大家快速入门的一个手段，但它并不是意味着你以后断八字全部要用格局，这是死胡同啊。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八字那最后一个八字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食伤很旺，是不是？我们可以取自它是食神格，那它的这个正财是不是特别旺？我们也可以把它取自于正财格，那它官杀是不是也很旺？那到底取什么格局呢？是不是当你取格局的时候碰见这种类型的八字，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取？但如果说你以某一个格局去分析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对的。比如正财格，目标会非常非常明确，然后呢就不会迷茫，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特性？那会比较准。那官杀这么旺，是不是执行力很强，不会拖沓，雷厉风行，那可能也会比较准。然后食伤格，待人非常非常的和谐友善，和大家都说得来，能说会道，是不是也准？那这个人能创业成功吗？是不是你只是通过某种格局，你根本就没法看，没办法去判断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他是重格，是不是？然后有食伤生财，然后还具备一定的逻辑性，那创业来说，那可能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实干上面是伤官，是不是婚姻上面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晚年过得很凄惨，婚姻上面会过得有问题，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不融洽。但是你不管是通过食神格、伤官格，或者说官杀格，或者说是正财格去判断这细微的信息，你就没法去判断了。所以说格局很多时候只能看这个人的大概，看这个人的一个概况。比如说哇，这是个大美女啊，是不是？但这个美女适不适合结婚，你是不是要和她相处一段时间你才知道？虽然说她是美女，但是私生活挺邋遢的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是大帅哥，是不是？但是吃喝嫖赌样样在行，是不是也是不利于结婚呢？某种格局只是让你远远的看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外形，对吧？到底给人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大体上这个人会哪方面会比较在行。但是当你细细的去判断这个人在生活当中，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在某些方面的细节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回事呢？你通过格局就看不到了，你必须非常精微细微的去分析它。所以很多朋友在群里面问到，老师这是什么格局的时候呢，我也会告诉他，你格局其实没什么用，因为我自己都不用格局的。格局早就融化在你的大脑里面，内化成为一些东西了。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就它的方方面面你都可以把它看得非常非常透彻，非常非常清楚，没有必要再去格局了。这是我所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思考希望今天的课程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